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今天想来跟你分享几个你一定要知道的显化法哦。我做影片已经2年多了，这2年来我分享了超多显化的故事，有吸引力法则啊、假设法则啊，还有很多杂七杂八有的没的内容。我最近呢也已经突破3万订阅了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没有你的订阅，我真的是也看不到3万这个数字，所以非常感谢你。那因为我已经有这么多支影片了，我觉得资讯好像有点分散，常常这边讲一点，那边讲一点。今天呢，我就想来整理一下很常见的几个显化法，你一定要知道哦。我会从最简单、最无脑的介绍到后面比较深奥一点的。第一个方法很简单也很无脑的，就是重复一句话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你可以在心里面跟自己讲，你也可以默念。重复一直默念，或者是你可以用写的，重复一句话，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写，把整页写满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非常有效，每个人都做得到哦。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方法是在我小时候，大概5年级的时候。那时候啊，班上大概有40-50个人，我们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位置一次。有一次换位置啊，老师就说要用抽签的，然后我就很想要抽到我暗恋的男生的旁边。可是抽签又不能自己决定位置啊，40-50个人也算蛮多的，要抽到他隔壁的几率真的很小。我那时候啊，在一本杂志上面看到这个方法，就是你把你想要的东西重复一直念20分钟，我就决定来试试看啊，反正不试白不试，也不会少一块肉啊。在换位置的那一天早上啊，我特别早起，我大概是6点就起来了，然后我在客厅旁边都没有人，我就自己在那边默念。我想要坐在谁谁谁的前面、后面、左边或右边。我想要坐在谁谁谁的前面、后面、左边或右边。我想要坐在谁谁谁的前面、后面、左边或右边。然后就重复这句话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20分钟的时间，我非常专注哦，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，就是一直重复念。我不知道重复念了几百次，因为20分钟真的还蛮久的，我就一直重复念，重复念，重复念。我记得我可能有抓着自己的手吧，就是让自己不要分心或不要睡着，我就是可能这样子念念，就又是重复念。我那句话真的重复了好几百次，然后就准备去上学啦。抽签的时候我非常顺其自然，觉得说啊我已经有尝试过了就好了，我就没有说很执着在结果。结果我真的抽到他的后面了。真是太神奇了，就直接坐在他后面。那几个月啊，我们就常常打打闹闹嘛，然后就会戳他肩膀，他就会转过来跟我聊天讲话这样子。不过年纪真的很小啦，完全就是纯友谊，也没有发展成什么东西。那次就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重复一个念头的力量这么强大。我现在也会常常用这个方法，尤其是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，如果无法解决的，我就会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写。例如说有个老板他有点烦啊，我希望他对我好一点什么的，我就会一直重复一直写。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让我很担心的事情，我就会重复一直写我希望的结果，让自己可以平静下来。事情真的通常很快就会顺利解决了，所以这个方法真的很简单又万用，推荐给你哦。第二个方法也有点类似，就是你在纸上面写你要的东西，你要的目标，条列式的写，把这张纸带在身上，每天至少看3次，早中晚各1次，也可以看更多次。那因为带在身上，其实有时候纸会烂掉，你就再重写一张。所以我平常有非常多便条纸，都是在写这些东西，写我的目标。这个方法我在这支影片有介绍过，它是一本很有名的书，叫做 It Works。里面介绍的方法非常有效，而且这方法已经流传100年了，真的不是我在乱讲。虽然说非常简单，可是不要小看它的力量哦。这张纸要每天带在身上，然后早中晚看1次，然后切记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在显化的东西。如果你告诉别人的话，通常显化力会打折啦，因为别人常会翻白眼。所以尽量是不要告诉别人，不要跟别人分享这个东西，就不要告诉别人你正在显化什么，就可以保护你的愿望哦。再来这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收集你想要的照片，如果你想显化一台车啊，你可以去找那张车子的照片，把它列印下来。现在 7-Eleven 列印也很便宜啊，一张彩色的也才10块钱，你可以去列印下来剪贴，你也可以带在身上。如果你不想列印出来的话，你也可以放在手机当做桌面，或者是电脑的桌面，要常常去看。如果你只是把它download在手机里面，但是没有看的话，我觉得比较没有效果，你要常常去看，就是愿景版的概念啦。愿景版在你显化一些物品的时候是非常有效、非常实用的方法。如果你没有照片的话，你也可以去店里面看它，看食品也 OK。我小时候啊，就常会去店里面看一个金鱼注意报的铺满，那只金鱼
好，这样子有点透露年纪啦。可能那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卡通嘛，然后那个铺满超级可爱的，我就常去书店看那只铺满。那只铺满也要好几百块吧，对小时候来讲真的很贵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我只是每次去书店都一定会去看那只铺满。结果过没多久，隔壁班有男生暗恋我，他就送我那个铺满当礼物我真的没有跟他讲哦，我没有跟他 say 好，他就送我那个铺满，完全吓我一跳，就是我想要的东西耶。后来再长大一点，那时候很流行一个玻璃的苹果，因为有一个日剧，应该是木村拓哉演的，里面有出现那个玻璃的苹果，很漂亮。在书店看到它就觉得哇，好美哦，玻璃苹果可是那个东西没有用啊，所以我不可能买嘛，而且也蛮贵的。我只是会盯着它一直看一直看，就觉得好漂亮，好喜欢哦。也是过没多久，又有男生暗恋我，到底要被暗恋几次？没有啊，就有男生送我那个礼物嘛，就玻璃苹果，我也是完全吓到。可是后来因为那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实用性，然后搬家就把它丢掉了。天哪！接下来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无脑，就是肯定句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写东西，也没有想象力，那就可以用肯定句哦，只要用听的就可以了。肯定句是有点类似冥想，也有点像催眠，一直去听你想要的句子，例如说我很棒，我很美，我很有钱，我每天都过得幸福开心又充实，我有很强大的显化力。常常听肯定句可以让这些句子进入你的潜意识，就可以达到显化的效果。我的频道里面有超多肯定句的，有金钱的，有爱情的，也有一些比较像生活类的。那最近也有人问我说，他想要显化一个理想的工作，有没有这样的肯定句呢？目前我是没有，因为每一个工作呢，它的条件都非常的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理想工作也不一样，所以真的很难录一支专门针对工作的肯定句。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录哦，你可以把你想要的条件跟场景都写下来，自己录肯定句给自己听，也会有效果的。金钱肯定句也真的超有效的哦，我的观众里面已经好多人都成功了，我也常常在讲他们的故事，可以去看看他们怎么显化成功的，大家真的都很厉害很棒。再来这个方法就是做一个 mock up，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大概有点像是模拟那个东西的意思。例如说之前有个观众啊，他要考研究所，放榜之后他发现他是备取，而且有点下面，他觉得可能背不到他了，他就想说死马当活马医，就把那个放榜的公布栏啊，把他自己 P 图，把录取的地方写自己的名字，就假装自己已经录取了。他就这样看着那个录取通知，就觉得好像真的已经录取了一样，就看了一阵子。结果后来他真的被取上了虽然是有一点吊车尾进去，可是就是被取上啦。有另外一个观众也是，他的小孩好像是要考大学还是考高中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忘记是高中还是大学，反正他就做了一张毕业证书，是第一志愿的名校，在毕业证书上面写他小孩子的名字，就是很像一个真的一样，这样子看。结果后来小孩真的考上第一志愿了，然后还有一个人他是想要显化很多钱，因为他之前有被欠钱啦，他就准备了一叠便条纸，那便条纸的形状刚好长得很像日币，因为他是日本人，他就准备一叠，然后放在牛皮纸袋里面。他看到那一袋东西就觉得很像一袋钱，他就觉得很开心，就把那个当作真的就对了。结果后来就有人还钱给他了，他就真的把那一笔钱回收起来。关键就是你要把这个 mark up 当作是真的东西一样去感受它。也有的人会把自己的存折啊，可能是用过的不要用的存折，重新写存款是多少钱，看了就会觉得很开心，这样子就可以让你显化更多金钱。但关键就是你要把它当作是真的发生一样。下一个方法是未来日记跟感恩日记。未来日记就是在你每天早上的时候，假装这一天已经完成了，写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。很多人写了之后，发现那些事情真的发生了耶。感恩日记就是写下10件你感谢的事情，可以是已经发生的，或者是还没发生的，都可以先感谢。感恩日记跟未来日记的共同点就是，你其实都是要在很愉悦的心情、很开心、有点感谢的心情下面写，会最有效果。至于你想要早上写或晚上写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只要有空就可以写哦。这2支影片我都有详细介绍过，我都会放在下面当连结哦。再来这个方法比较难一点，可是也非常有效果，就是在睡前想象愿望已经成真的画面。你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就开始想象愿望已经成真的画面，常常去想，每天晚上都去想，就可以显化你要的目标。
这个方法就是显化大师 Neville Goddard 非常推荐的方法。想象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，想象力可以创造实相，只是它可能比较难，因为有一些人会说他没有想象力，脑袋没有画面，那他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想象力的，如果你去练习的话，应该都有办法有画面啦，只是没有太习惯去练习而已。下一个方法就是随时都保持心情愉悦。这个讲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有点困难，我知道。随时都很乐观、很正面、很开心。当一个非常非常正能量、非常乐观的人，可以让你的显化速度加倍，可以达到心想事成的境界。要如何随时随地都保持很开心呢？其实就是要训练自己，不要负面思考，不要钻牛角尖，不要去往坏的地方想，凡事都要往好的地方去想。你可以练习去看事情的一体两面。一件事情如果有坏处，它一定也会有好处，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往坏处去看，一定要去看好的地方哦。下一个显化法就是直接相信，直接相信你的愿望已经成真了。直接相信就是活在最终场景，可以让你直接得到你要的东西。到底怎么样才叫相信呢？这个真的是很抽象，很难解释啦。相信就是一种 knowing， 你知道你有，你知道会发生，它已经在你体内了，你已经知道了，你拥有它。它是一种反射动作，它是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的。如果你还在想要的阶段，那是需要经过大脑思考，就是觉得我觉得我想要，我觉得应该会发生，那个不叫相信。相信的话是你知道会发生，你知道，你根本就不用想，它是一种反射动作，有点难解释，有点抽象，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。有一句话叫做 Ask and it is given, believe and you shall receive。任何愿望，只要你真心的相信，你就一定会得到。好，相信已经很难了，那什么是更难的呢？无条件的爱。无条件的爱也可以帮助你显化你要的东西哦。如果你对这个人事物有无条件的爱，那么你就可以显化它哦。爱就是这个宇宙中最高的频率，也是最强大的显化力。爱可以让你显化你要的东西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爱的化身，所以我们才会拥有显化力。但是每一个人他又有点像是一个过滤器，他会把爱过滤掉。如果这个人不擅长去爱的话，他就没有这么强大的显化力，因为他可能就是比较负面嘛，比较个性比较不好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常常去爱各种的人事物的话，你就会有强大的显化力。爱跟感恩都是最高最高的显化力。那为什么说要无条件的爱呢？因为当你是有条件的爱的话，其实就不是爱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家长在骂小孩，会说我骂你是因为我爱你呀，我是为你好啊，你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，因为我是为你好啊，我爱你呀。那个其实不是爱。以前也有人说什么打是情骂是爱，完全是错的。无条件的爱才有办法让你显化你要的人事物。而且我要强调，这边的爱不是指男女的爱哦，这是一种比较广泛的爱，可以对人事物都有爱哦。好，我觉得这支影片录太长了，有点口渴了，可以先去看一下爱的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爱到底要怎么显化东西呢？这里面都有些例子可以参考哦。我的频道里面还有200多支很精彩的影片，我自己说，希望你可以订阅我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